第一，中共利用蓝金黄，成功绑架了美国政商二界。请问七哥，老牌基金创始人托马斯·埃彻里的自杀背后的中共有关联吗？谢谢。有没有关联我不知道，但是有一样事情，他是打疫苗，还有一个经济，他这个公司这是个相当牛的基金啊。托马斯这个人可不是一般人。他的战略投资能力和他的整个人脉，以及他本身和政界、商界的关系，华尔街那不是一般人所以说他的自杀真的是挺吓人的。他相当于中国的什么人物呢？相当于中国有点像马明哲，就是官商界一个和事佬一个大佬而且非常有个性的这么一个人，而且呢，这个跟中共那边也很熟，我不知道跟中共有没有关系，但是他的经济绝对出问题了，而且这是绝对美国华尔街重大事件，因为它涉及了太多的基金股份特别他建的一些投资的一些长期的一些投资的一些公司和股份，那是个很大的问题而且是很震惊这个跟中国共产党也，而且有时候替共产党也说话和几个大佬都很好我觉得可能这一次不仅是政商二界中国怎么会绑架政商二界呢？美国连农民都被他绑架了，是吧？连农民都被共产党影响了，所以说在某种程度来讲，美国被渗透、被影响是全面的而且华尔街我在1年前、2年前都说过，华尔街、好莱坞以及美国律师事务所，还有那个所谓的4大财务审计公司都是过去吃共产党的钱，帮助共产党骗美国和骗美国养老金那些钱所有的这些人都会很惨他只是第一个，但是他意义很大，他的基金爆雷了，他的基金爆仓了，而他的基金里边很多原来海航的投资、马明哲的投资、陆金所的投资、滴滴的投资，他全有这个家伙那这只有自杀了否则他这一辈子待在监狱里边，就绝对是要死在监狱里的综上所述，共产党的病毒在身体里边，让他感到了像炸弹一样恐惧。基金暴雷，他只有面对监狱和无穷无尽的审判最后没有选择了，他选择了放弃在这种情况下，他几乎告诉了美国和全世界，过去这些年谁在共产党的挣的钱，你要么就是举枪自尽，要么你去是吧监狱里等着去吧去监狱的路上，而不是去什么 FBI 的路上，是吧？没有选择的这到了一个清算的时候，你知道托马斯这人多牛叉吗？你知道很牛的。你们只知道什么索罗斯多牛老虎基金，这埃彻利不是一般的有托马斯中国那些大佬见他，特别香港、欧洲大佬、美国大佬，那都是毕恭毕敬的。所以说，第一个问题美国不是蓝金黄绑架了美国政商二界是全美国。接下来的好莱坞接下来的华尔街，就像我3年前说的华尔街可能是他们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我说是今年6月底7月份没想到这么早就来了这么早就来了，挺可怕的。